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米娅的塔罗频道。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主题是，就是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内心有没有一些对于你的一些比较阴暗的一些想法，就是他隐藏的阴暗面，以及他对你的一个奇奇怪怪的各种幻想，性幻想，就是对方对于你有没有那种很想要做，但是没有办法做，有一些可能是没有办法在现实中实现的一些幻想，他对于你的一些比较阴暗的，可能有一点虐，或是有一点刺激，有一点浪漫的感觉哦。好，我们今天呢有3个选项 ：A、B、C。然后我们用色卡来做选择好了。A 组的我给你们粉红色 ，A 组的是粉红色，这样看到吗？好。B 组的我们给你白色，好。C 组的给你们什么颜色呢？给你们蓝色好了。大家可以用英文字母做选择 A、B、C， 或者是你可以用颜色来做选择，粉红色、白色跟天空的蓝色做选择。那或者是你想要用位置也可以，左边，我的左边，中间，右边，你想要选哪一个？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想一下。好，那选好的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利用下方的资讯栏连接到你们那组的解牌哦。好，那我们就从 A 选项开始哦。好，那我们先从选到 A 选项粉红色的这一组朋友开始哦。那你们的牌刚刚帮你们抽好了，来看一下你们有哪些牌哦。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张 Impatience， 这一张是凤仙花。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的牌面哦。这张的牌面呢，它画的是这个女子啊，她好像垂着头看着一边，然后呢，她正在沉思。大家可以注意到她的穿着，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洋装，然后中间有一个结，就是绑了一个结在她胸口的位置，然后轻轻一扯就会掉了。那抽到凤仙花 A 组的朋友啊，跟你们说一下。我觉得你们所想的这个人啊，他的个性啊是属于比较急躁的，就是他其实内心里面常常都会觉得，可能别人的动作很慢，或者是他觉得他自己的思绪啊、行动啊、思维啊，都会比别人快一步，或者是会比别人想的比较。前面他会觉得他自己有这样的特性，然后他其实常常会在内心里就觉得，别人这件事没有做好，或者是别人想的太慢了，慢半拍。这种人啊，就是你面对这个人，虽然他外表可能是一个平静优雅的一个绅士，或者是一个温柔优雅的一个小姐之类的，但是他内心里啊，其实常常都正在就是很像是一个强烈的进行曲，他其实很想要快一点，可是基于一些社交的礼貌，他其实会表现出比较平淡的，就是比较平静平稳的一个外表，但是他内心其实是一个急性子哦。然后我觉得他们啊，假设你们两个是还在发展中，就是你们两个还没有认识的很深入的话，这个人他其实已经有想说他想要把你扑倒，或者是他想要跟你
进行各种很浪漫、很刺激的体验，就是他内心会想说，希望节奏可以快一点，快一点。但是他的外表上还是会维持那个很稳定、很优雅、很镇静，好像很迷人的这种，或是很淡然的这种态度。但是他内心其实是想要快一点，他在敲锣打鼓的。然后这一张牌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女生刚刚有说过，重点就在于她胸口这个蝴蝶结，其实轻轻一扯就要扯就可以扯掉了。那属于抽到凤仙花这一组的你们，面对的这个对方，他非常想要赶快的把这个带子扯掉之后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所以基本上啊，特别是你们还是没有那种还在暧昧还在认识的阶段的话，他其实内心已经会很蓬勃的发展。那假设你们已经在一段稳定的关系，或者是你们曾经是恋人，然后现在已经没有再联络，或者是联络比较没有这么频繁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们两个过去曾经有过这种美好的性经验的话，他其实是会在内心里不断的反复的回味，就是当初他一看到你的时候的那种冲动的那种内心很澎湃的一个感觉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张哦。好，这张牌很有趣。好，Squaring Things。好，这张牌啊，它画的是一个。这张牌的花精卡它叫做棉球草 Squaring Things。 然后棉球草的这个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女生，她手上拿着一个天平，然后这个天平是很对称的。那这个人呢，他的个性觉得他脑中有非常多的声音。假设你们是在这种暧昧的阶段，我会说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刚刚说过，他们对你其实是有非常多这种欲望的，然后很想要扯开你这个蝴蝶结身上的这个蝴蝶结，然后扯开之后会有不一样的风景嘛。那这张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喜欢进行怎么说呢，试穿游戏的人。什么是试穿游戏呢？就是他其实很希望在性爱上有各种不同的体验哦。这种体验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的各种不同体验，或者是说不同人，就是他的脑中有很多的声音，他很难去专一。这个人我觉得他在外表应该是蛮这种很有魅力的，很聪明的，而且是大家公认的那种多才多艺然后某一方面的特质是很吸引人的，也许是口才很好，或者是他某一方面很有实力，或者是他有一个兴趣或者是一个运动是进行的非常好，然后这个特长非常的吸引大家。可能他在现实生活中会有一群小小的这种粉丝嘛，或者是他会有一群还不错的朋友，然后在朋友中大家会公认他是很受欢迎的这一种。然后这个人他其实蛮有弹性的，这种弹性包含了就是怎么说，两面通吃，很多面他都可以处理得很好。尤其是在面对这种，如果是异性恋的话，我们就讲到男女的关系，就是这种处理感情的，他其实是一个有手腕的人。他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很专心，然后他内心其实很复杂的，但是你们是在他的这个天平上，就是很吸引他的一部分。然后他们要说的这个天平它代表的是一个对称，就是他很喜欢你们身体上对称的这个，像是怎么说呢，身体上对称的一些部位，像是你们的胸部或者是你们的臀部之类的，就是这种对称的，或者是眼睛。
他会很想要去接触，很想要去触摸，他会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他会很着迷这种对称性的东西，然后，但是这个着迷有的时候会让他很迷失，就是我觉得他内心其实是一个有点复杂，不是这么单纯的人，然后他好像有的时候会太过于迷恋这个一些性体验。那假设有其他人去诱惑他的话，他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迷失了。这个人是这样子哦。好，那这张牌啊 ，Holy 这张牌讲的是冬青，圣诞节常常会出现的那个冬青树，作为一个标志为出现。好，那这一张牌啊，就讲到他内心比较深层的一个阴暗面的东西哦。这个人啊，他其实在感情上，我觉得特别是在性关系里面啊，他常常会喜欢一种比较激烈、比较爆裂的这种就是这种体验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内心有一个憎恨的情绪哦。特别是如果你们是那种分手啊，或者是有过争执的关系，他可能会把对你的这种愤恨，就是他觉得你不够爱他，或者是他觉得没有被爱，然后没有很真诚的爱，或者是他内心有一种嫉妒，有一种害怕，或者是他本身有一些没有处理好的情绪的议题，可能是他生活的压力，可能是一些沮丧等等的，他通通都会发泄，以这个通道，以这种性爱作为通道，你的身体就会变成是他发泄的一个通道。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的情绪就会传达到，他的能量也会传达到你的能量哦。就是你们会透过这个连接，互相的交换彼此的情绪。你可能会感觉到，有的时候他会在感情中，在这个性体验中、性爱中带有一些攻击性。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攻击性，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有侵略性的人哦。但是你把这个人一层一层像洋葱剥开一样，你露出了他的内心，你去挖掘他底层的情绪，你可以去看看这个里面是什么哦。因为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很可能是那种外在，就是跟第一张牌一样，他可能外在是平静优雅的一个好好先生啊，一个很有礼貌的绅士，或者是一个看似对大家都蛮体贴的，然后也就是会常常微笑的，或者是看似很温柔的一个小姐姐这样子的人，或者是他是一个小哥哥，一个绅士，但是他其实他在内心里会把他讨厌的人、想要批评的人，就是骂到翻过去。可能就是虽然表面上维持一个社交的礼貌，可是他内心已经白眼不知道翻了几遍的这样子的人，他会压抑他的怒气，也因为这个怒气啊，他会通过性爱的方式把它发泄出来，因为他觉得是安全的。那同时也代表他是信任你们的哦。他其实在这种跟你们的这种性经验中，他其实有带一种抒发的感觉，把他的生活中一些压力、一些沮丧，或者是可能一些挫折，通通借由这个通道的方式发泄出来，传递到你们的身上。然后你们对他来说啊，是非常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尤其是你们这个外观、这个身形，就是他的菜，因此他非常想要解锁你们。对，假设解锁过的话，他其实会去回味去回味你们当初啊，就是最令他难忘的那一次体验哦。然后他非常喜欢你们身体上对称的一个器官，我不知道是哪里，可能是你的胸、你的臀、你的眼睛、你的眉毛，或者是你的耳朵之类的某一个对称的器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
这一张牌是恶魔牌，这张牌非常的有趣。这张牌它画的是亚当跟夏娃，亚当跟夏娃因为无法克制蛇的诱惑，他们去偷尝了禁果嘛，然后。其实这两个人啊，男生跟女生，他们都被锁链所捆绑的，就是他们都被欲望所捆绑的。你们两个人看到对方是非常的对彼此非常的有欲望，这种欲望有的时候会像这种绳索一样、枷锁一样把你们捆绑住。如果你跟这个人分开之后，或者是这个人跟你分开之后，你们身边另外有其他人，他其实还是会深深的去怀念，就是跟你们发生过的那些美好的一个体验。然后这张牌啊，其实我觉得还有透露出一个权力的主导关系。大家知道亚当跟夏娃嘛，就是他们是一对夫妻。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在夏娃之前啊，亚当还有一任妻子，就是他有一个前任哦，就是在神话中有提到，有一个叫莉莉丝的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她是非常的惑媚的，就是可能像妲己这样子的女性，是很妖艳的女性哦。然后她是由神在同一个时间用同样的泥土，就是创造了亚当跟他的第一任的妻子叫莉莉丝。那两个人呢，本来感情很好，可是后来啊，因为性爱的问题吵翻天。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啊，因为性的一个体位、一个姿势，就是亚当跟他的第一任妻子莉莉安就开始吵架了。因为莉莉安认为说自己跟亚当是同出一脉，两个人都是用泥土创造的，没有这种所谓就是可能男尊女卑，或者是谁在上谁在下的这种问题，因为他觉得他们是平等的。就是莉莉安她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又非常惑媚的一个女性，可是亚当觉得女生啊应该要在下面，自己应该要在上面。但是莉莉安不认为，她觉得她不要这样子，就是女生一定要在下面。为什么？她觉得他们是平等的。所以后来啊，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就解决了这样子的问题。因为夏娃既然是用亚当的肋骨所造的，所以自然就是会有这种比较男尊女卑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就解决了两个人在性爱上的一个体位的问题嘛。好，这个是一个那个神话的传说。然后这边要讲的是说，这个人啊，他其实在感情，就是在这种性爱上，他是保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思想。假设你们面对的是这种异性恋，就男生跟女生的关系，他其实还是喜欢在性爱关系里面，他喜欢作为主导的一方，作为控制欲的一方，他喜欢表现出他是一个征服者，然后你们是这种被征服的猎物。他喜欢表现出他的权利、他的支配感，然后他希望有这种尊卑感，尤其是特别可以在性爱中去体会到平常也许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办法直接言明的那种欲望。就是可能他在表面，就是可能他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就是尊重，就是非常平等，就是对于另外一个性别的人，对于异性，可是他其实内心是有这样子的欲望，他希望去控制然后把对方当作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对象去侵略、去攻略，他内心是有这样子的欲望，然后他希望在这种性爱的体验中可以完完全全的发泄跟呈现他最原始的一个欲望在你们的身上，他希望是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对彼此是有非常深的连接，手跟手是牵在一起的。
那上面两个人都用绳索被捆绑，即使知道这是一个可能是这种禁忌之恋，或者是说这种欲望会让人沦陷，还是会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的去投入的感觉哦。好，我们再看下一张牌哦。哦，这一张牌，好，这一张牌其实就很像前面那张牌耶。大家有看到这张牌是什么吗？它其实应该要这样，对，悬吊的精灵。好，这张牌就是捆绑，大家有没有看到？喜欢这样子的特别的一个体验哦，感觉上是要有一些刺激的东西在里面。它的这张牌所画的这个主角啊，这个女生手跟脚都是捆绑的。大家可以不要注意这个就是不要太留意这个性别，这个有可能被捆绑的是你或者是对方哦。但是从前一张牌，假设对方是主导的那一方，也许我觉得他希望被捆绑的是你们哦。但是有的时候能量会互换，所以有可能你们也想要这样捆绑对方。好，他的手跟脚是被捆绑的，而且是头下脚上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那我觉得他其实非常享受在性爱中有这种操控权跟主动权，他享受主导，同时他也享受被主导。他希望可以另外一方啊，因为其实要这样子完全的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姿势，必然是非常的信任对方，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整个交给对方。他希望对方对他也是这种充满全然的信任、全然的放松，而且是充满爱的。然后他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好好的去体验你们的身体全身哦，从头到脚。而且他会用这种很热切的这个眼神哦，像这张牌一样，就是两个人热切的相望，热切的看着你的全身哦。那刚刚有说到这个棉球草这张牌，他喜欢你们身体上很对称的一个部分哦。很对称的部分在哪里呢？可能是在这里，可能是在这里，也可能是在这里。他喜欢把你们身体上每一个角落都亲吻一遍，然后也用这种很热情的眼光来看着你们，可以不断的去抚摸你们，去拍打你们，或者是去像玩一颗球一样去因为你们就是可能像是一个玩具一样被绑住了，可以尽情的去操控你们。他喜欢跟你有这样子的体验。再来看最后一张牌哦。好，这张牌它讲的是月亮哦，月亮其实是有一点朦胧的感觉哦，就是特别是在夜晚啊，这种迷蒙啊、看不清楚的时候，然后它对你最深层的欲望，就像剥洋葱一样，慢慢的显露出来了，慢慢的浮现出来了。这张牌大家可以看到画的是什么？一个女孩子，然后她正在玩弄着一只螃蟹哦，这个螃蟹有2只这个螯，然后她一手抓着一只螯，另外一手抓着另外一只螯，就是2手分别这样子捏着，好像在玩弄这个蟹。这张牌代表什么呢？大家可以联想一下哦。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在这种性体验中，他很想要尝试一些不同的，像这种头上脚下是被捆绑式的，还有这个大家知道螃蟹有这种像是螃蟹一样的姿势，就是他希望可以跟你用一些不一样的传统的姿势去体验，然后这个可能非常需要一些体力跟腰力哦。那因为这种方式啊，就是2个人对坐的时候，他能够就是2个人的脚啊，从这个被捆绑的这张牌中，从这个被捆绑的束缚中解开之后，2个人的脚可以互相的交缠住对方的脚，像螃蟹一样这样子对坐的，然后2个人的脚可以互相交缠住对方的腰部，然后可以互相的勾住。
对方，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他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的脸、你的全身，就是你们两个可以很深情的像这样子面对面的相望，有眼神的交流，然后我觉得他很喜欢跟你尝试这种各种不同的姿势，也许他也有欲望想要跟你在像是这种月亮其实它有代表的是一个大自然跟露天的感觉，他也许有机会的话，他也想要在不同的地方去跟你做这种很不同的一个在大自然下尝试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啦。然后螃蟹的姿势大家可以去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这个应该是有需要一点难度跟技巧的。但是这个人啊，其实觉得他其实内心真的是蛮深层的一个人欸。刚刚有说过，就是他可能不像他日常生活的表面，他内心压抑了很多东西，然后他通通会在跟你的这种性爱的过程中发泄出来哦。特别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啊，你们是这种分手断联的状况，我觉得他到现在还在回味你们的身体，因为你们曾经给了他非常好的这种体验。那如果你们是还没有进展到那个程度的话，就像第一张牌，他是非常想要跟你，非常想要扯下你身上的这一块布。好，以上就是 A 组的朋友咯，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哦。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可以在底下帮我按赞或是留言留你选到的这个组别哦。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 B 组咯。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选到 B 的朋友。选到 B 的朋友，选到白色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B 白色的 B，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帮你们抽好的牌。看一下花金牌先。好，你们的第一张牌是这个 Oak， 是橡树的意思。那这张牌呀，是画着一个女生哦，然后她双手挽在她的这个背后的头发这边，轻轻的一个很舒服的、很悠闲的姿态，把她的头发挽起来。那身上啊有一件紫色的薄纱，穿着一件紫色的薄纱，感觉是刚沐浴完、刚洗完澡这种很轻松的姿态哦。那抽到这一张橡树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今天要问的这个人啊，他其实因为橡树它本身代表的是这个人，他其实他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这个肩膀上会是有一些重担的。那这个重担可能是来自于他，可能他在团体中，他是一种主将，就是他需要扛一些业绩的压力，或者是说呢，他在现实生活中，他是在家庭里面他是老大，他是扮演着需要照顾人的角色，然后他本身是一个蛮有毅力的人，他不想放弃，就是他常常会成为团体中的一个支柱哦。这个人呢，他就是会想要他希望他自己可以去一肩挑起家庭的一个重担，或者是事业的一个责任。他其实内心有这样子的一个希望自己可以兼顾得很好。所以假设这个人是你们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们正在进展中等等的一个情况，他其实会希望可以对另外一半竭尽所能，然后奋不顾身、奋力不懈的去努力哦。特别是他们在对于满足你这件事情上，他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哦，就是他不大会因为自己可能
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其他怎么样的情况去拒绝，他就是对于如果你有提出要求，他都希望可以尽可能的满足你，因为他就是在满足你这件事情上，他觉得他是有责任的，然后他希望能够坚持达成他的目标哦，就是希望可以让你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体验。也许你就像这个画面中这个女孩子一样，你可以很轻松的，然后对方他会来服务你。那有的时候他会很在意自己的表现，也就是说，如果他忽略了他自己身体的极限，他觉得你好像还没有满足，还没有到你那个点，他会试着一直想要去努力，可是有的时候会忽略了他自己身体的极限，让他自己的体力耗竭的感觉哦。这是这一张牌的朋友。再来看下一张牌。好，下一张牌啊是这个 Rock Water。好。这张牌啊，它代表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是这个岩石跟流动的水，岩石间有流动的水。这张牌是盐水一个花的牌，盐水花。那上面也是有一个女生，她是很轻松的姿态，也是躺着的哦，然后非常。就是手很随意的摆在枕头上，就是很愉悦的看着对方，然后有一种期待对方要给我什么惊喜的一个感觉哦。那这张牌，两张牌其实是有呼应的哦。第二张牌啊，这个人啊，这个人他其实本身啊，他对于自己有一些原则上的坚持，就是他希望也许你觉得对方不用这么，就是可能说不用这么努力，有的时候随性就好。可是他就是对于他所想要达成的事，他非常的坚持，然后非常的不服输。那也因为他这种坚持啊，这种不服输，这种原则过高，有的时候其实会好像在一来一往间，在这种性爱的体验中，他会失去一种弹性。因为这个人他就是一个择善固执的人，他觉得这个就是他想要这样，他觉得这个是好的，他就会去做，然后。同时啊，就是这个人对你的爱是非常的，就是他对于他喜欢的人的另外一半，他这种占有欲是很强的哦。因为这个盐水啊，岩石的这个水啊，它是从这种被蒸发的这个海水变成雨水之后，在这种大气的旅程中，经过层层的过滤之后，再由岩洞中涌出的一个泉水，所以这个泉水本身是非常的纯净，没有任何一点杂质的，就是它只有净化过这种最原始的本质。所以这个人他的爱是很专一的，这种专一到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严苛的姿态去宰制对方哦，就是他觉得他就是择善固执的一个人，有一点就是完美主义的一个人哦，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在这种性的过程中，他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放松，因为他太在意自己的表现了。因为刚刚有说过，他们对于满足你这件事情，他有对自己有非常高的期许跟责任，他觉得他应该要达到。那因为太完美主义了，太想要达到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所以其实你们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你们可以想办法帮助他去放松，去调节，去更有弹性，让他也能够享受这个愉悦。那我觉得基本上你们是比较能够放松的一方可能是对方就希望你可以以这种很轻松的这个躺着的姿态，或者是很轻松的，好像刚洗完澡一样，很舒服，什么都不用想的一个状况。然后希望你可以享受这个过程。可是这个本身呢，就变成说对方他需要去绞尽脑汁，或者是对方会去观察你的一个反应，然后让他会处于一个稍微比较紧绷的一个状况哦。那我们再看下一张牌哦。
这张牌啊是榆树，榆树的牌啊，代表的说这个人一样哦，他是一个有能力而且有自信的人。他其实跟前2张牌有相似的讯息，就是好像他身上是有一些责任跟重担，他要处理很多事情，然后要承担很多责任。其实他非常愿意为他喜欢的人那去付出，然后去达到另外一半，或者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期许，然后往一个比较成功、比较他觉得是对2个人好的方式去前进、去努力哦。他会想要试着去兼顾你跟他的这个事业、他的学业，他应该要走的目标，所以他其实是蛮注重。他很希望啦，他心底很希望自己可以把各方面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所以刚刚有说过，这一样就是他想要满足你。好，这张牌这个女生一样是非常轻松的躺在这个床上。那性别的话，大家有的时候可以对调，如果听的人你们是这个可能同性吧，你就把它调换，同性恋的话，你们就把它调换成你们所属的那个性别。好，这张牌画的这个女生，她一样是很舒服的。这3张牌其实都是就是很舒服的、很轻松的去看着这个对方哦，因为其实对方啊，他有的时候对自己期许很高，那如果没有办法满足你，他反而没有达成他心中的这个目标，就他会有一种不自信的感觉。就是也许啦，你觉得这样子已经很好了，但是对方可能不知道从哪里看来的，或者是听来的他看到的一些这种影片啊，或者是照片，他也许会很想要尝试那些那种描述，就是可以让对方达到这种很舒服、很高潮、很欲仙欲死的一个状态。他会试着去模仿那些影片啊，或者是那些他听来的一个知识，然后又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冷知识之类的，反正他就是希望可以在你心中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在于性爱这件事情上。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一张牌。好，大家有看到吗？这2张牌都是讲的卡，就是这个杯子。那一张牌是这个杯子满出的水哦。那我们先讲这一张牌哦。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张牌，杯子跟这个迸发出来的水。那假设今天呢有一个杯子，我们往杯子里面慢慢的倒水，它是一个感觉舒服的一个状况哦。那在这个水注入到杯子的过程中，慢慢的杯子将要满出来，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即将要达到高潮的一个感觉哦。所以杯子中的水啊，其实可以代表的是一个性能量，这个因为兴奋啊，因为刺激而激发出来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回馈的反应，身体的一个能量，会让你感到很舒服。就是透过这个不断的加水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不断的为对方补充这个完美的能量。如果你们之间的能量都是一个正的，就是正向能量的交换，那如果中间有杂质的话，其实会有一些负向的能量。所以刚刚有说过，为什么盐水花这张牌啊，对方希望给你的都是好的，他希望从他身体传达出去的都是正向的能量给你哦。那在这个杯子跟水中啊，一直到水慢慢的注入到这个杯子中，到达一个顶端的时候啊，到达最大强度的时候，就是可以让你们最愉悦、最舒服的一个时候哦。好，那其实
这一组的朋友，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愿意在这一方面给你带来一个良好体验的人，也要适时的就是回应对方跟回馈对方，是他非常需要的，不然他会觉得会有一种受挫或者是没有自信。如果得不到你们，得不到他的另外一半这种很夸张或者是很感激很舒服的一个样貌，而且这个反应是很真实的，就是至少啦，要让他看起来是很真实的，他才会不会心里有一种被受伤，或者是自己努力过后没有回报的一个感觉。好，这张牌啊，两个人手上各拿着一个杯子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旁边这个穿着橘色外套这个人，应该算是我们在讲性别的时候，我们说他是男性好了。这个男性啊，他手里后面其实是藏着一些花的，所以这个两个人对望，然后手中拿着杯子，这个男生后面其实是有藏着一些花的。那这个代表说，在进行就是这个体验之前呢，他是会给你准备一些前戏的。这个前戏包含了各种任何可以让你感到舒服的方式，他都会去做。也许是给你一个惊喜，或者是会让你，假设冬天的时候你的脚是很冰冷的，他这种人啊，他可能会去用他的身体去温暖你的脚，就是温暖你的身体或者是手，然后再来开始，就是会有这种他希望是一个很细致的一个过程哦。然后这张牌我也觉得基本上啦，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性爱啊，他对他与喜欢的人这种体验啊，他希望是一个细水长流，就是他比较不追求那种一夜情一次的刺激，特别是对于他真心所爱的人，他真的把这个对方感到舒服这件事情认为是很重要的，而且他希望可以将感到舒服的时间延长，就是将这个杯子啊对不起，水注入到杯子的时间啊，可以慢慢的延长，慢慢的将这个水装满，然后杯子慢慢的被填满到这种临界点，再到溢出来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会保持着一种进攻跟防守，进跟退，然后他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前进跟后退的一个感觉哦。然后特别是你们如果你们可以很放松很享受整个体验的话，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他满足的点，就是让你们好像没有办法抵抗，然后整个人很放松，像这几张牌上画的表情，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好哦，再来看一下两张牌哦。好这张牌很有趣哦，这两张牌一起讲好了。大家看到这张牌是这个棒子，然后这张牌是一个女生手里拿着棒子。然后我们先讲这一张牌好了。这张棒子啊，它非常的大，它几乎占满了这个牌的空间，它从地面一直长到天上，非常的大，非常的巨大。这个人希望他自己在你心中的形象是一个巨大的形象，顶天立地的形象，很庞大的一个形象，他希望他自己是这样的。然后在上面呢，有一些藤蔓的缠绕，大家有可以看到吗？你们他觉得你们可以像藤蔓一样，像蛇一样去缠绕住他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就是他很喜欢这样子的体验哦。从这个
底下，然后慢慢的到上面，到最上面，他喜欢这样子，不管是你们用各种方式啊，用手、用舌头各种方式，他喜欢这样子被抚摸，而且很重要的是，你们的眼神要看着他的时候，要让他觉得他是一个庞然大物的感觉哦，因为这张牌画的就是这根长长的顶天立地的一根棒子。好，第二张牌啊，是这个一个女生手上握着这个棒子的这张牌哦。她的眼神有一点迷茫诶，我看一下哦。对，她好像在注视着拿着牌的这个人，然后不确定她正在想什么。那她有一双很漂亮的红色的嘴唇，这个女生，那这一张牌啊，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其实很希望可以被你们掌握住，就是他对于整个过程、整个体验啊，他的细节，他其实会有惊人的关注，他会观察你，然后希望可以给你带来独特的一个体验。然后他希望你们也可以，怎么说呢？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方式去温暖他。这个女生手上握着这个棒子，她希望对方希望你们可以用你们独特的一个方式去温暖他。他是一个需要被崇拜，需要感受到刺激的，然后他非常喜欢，刚刚有说过，他其实是会给你们准备前戏的人哦。那他也希望你们可以帮他有这个好的这种前戏的体验，特别是像是你们可以用手或者是用其他各个方面让他感觉到很舒服，被抚摸，这个也是他信心的一个来源哦。好，B 组的朋友，你们今天面对的这个对象啊，他很需要在这种性体验中，在感情的体验中，有一个你们的肯定的眼神啦，因为他真的会对于细节去很专注、很努力，然后对他需要你们的赞赏。假设这个人呢，他是你们在暧昧中的对象的话，你们可以去想一想要怎么样让对方觉得更，特别是满足到他自尊跟自信的这一块。那如果这个人呢是你们已经分手或者是断联的这个对象啊，然后你们对他啊，其实的吸引力来自于你们两个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哦。那像 A 组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 B 组嘛 ，A 组的他们比较像是来自于对方对于这个身体的一个欲望。那 B 组的你们是一个断联的状况，或者是一个分手的状况，对方在回味整个你们之间发生的故事的时候，他会非常对细节会很敏感，特别是你跟他就是进行体验的时候的一个眼神、一个话语、一个动作，他更关注的是这些。那至于这个身体啊、身材啊，不管怎么样，反正只要他是喜欢的，喜欢就是愿意，就是在当时你们很要好的情况下，他其实就是喜欢你，他其实不但会去管一些世俗的标准，他没有说女生的身体或者是男生的身体一定要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 B 组的他们比较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原则，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健康的身体会比那种过于瘦的身体，假设这个这世俗的标准是追求瘦的，他们不一定会这样子的去坚持，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只要是一个舒服的一个健康的身体，两个人就会很开心的一个状况，他就可以，就是他是喜欢这样子的。所以 B 组的他在回味你们的时候，比较是在回味跟你们之间的眼神交流，一个互动，一个进攻跟防守的一个感觉哦，就是他喜欢这种过程
的体验哦。好，以上就是 B 组的朋友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你们选到的选项，或者是可以帮我按一个赞。好，我们来看一下选到 C， 刚刚选到这个天空蓝、天蓝色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第一张牌呀，是这个 Olive， 这个橄榄。那橄榄这张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是，他画的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她身上是裸体的，没有穿衣服的，然后非常的自在的，有一点有自信的感觉哦。她在看着对方躺在一个床上。那抽到橄榄这一张牌啊，我觉得你们今天的面对的这个人啊，他需要大量的滋补，大量的休息，他需要很多很多这种爱的抱抱，就是他会透过性爱这种体验来得到他能量的恢复。那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种性爱，其实他只要透过身体的接触，就是一个拥抱啊，或者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吻，或者是被抚摸，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是恢复能量的来源。那这张牌让我想到中间这个女性啊，因为橄榄它本身是一个炎热地中海的一个原生的一个植物，它只要在很少的水的情况下，就是它不需要太多的水，它就能够在很炎热的一个阳光下生存。然后橄榄本身呢，它虽然长得很慢，但是它却可以活得很久，就是它不是一下子就冲很快的人，可是它能够持久的、漫长的在整个过程中，那橄榄它还有代表的是一个就是恢复元气跟恢复能量的一个意涵哦，就是在大洪水时代，诺亚他派出了鸽子去探望水灾，大洪水退了没？最后鸽子啊，它衔回来一根橄榄树枝，就代表说洪水退了。所以其实橄榄本身是可以给人这种慷慨的能量哦。我会觉得抽到这一张牌的人啊，你们所面对的这个人，他会很需要透过这种肢体的接触、这种拥抱、这种交换，就是这种结合身体上的融合跟能量的一个交换，来得到他元气的恢复。那你们本身呢，是能够提供这种慷慨能量的人。同时啊，看到这张牌的时候，我有想到，就是我觉得选到C 选项的朋友，你们有一些人可能是属于就是已经有比较多感情的这种经历了，那这种感情的经历可能包含了你之前的一些很长的一段感情，或者是说你有很多次的一段感情，或者是说你喜欢一个人很久。那有的人是有这种婚姻经历的人，那因为这张牌它其实有代表的是一个是说橄榄它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它会付出它的这个水果嘛，还有橄榄油，它会被榨出油脂。那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老的橄榄它会被砍掉，然后剩下树桩，然后继续会生长出这种新芽跟嫩叶，所以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付出哦。这个女性啊，这个所有的付出就从这一场美好的性爱开始。当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第一次坦诚相见的时候，好像所有的付出就从这一次体验开始，他就会愿意为了这个人去，就像橄榄一样付出他的水果。这种水果可能代表说你跟他的一个结晶，或者是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你们愿意去付出，因为对方其实是很需要能量的一群人，然后你们刚好身上也有这种能量，那一切的这种生命的相遇就从一场美好的，就像这个女性
有一点自信，有一点调皮的看着对方，这一种开始的一场这种美好的体验开始。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这个 Cherry Plum， 是樱桃李哦，这一张牌哦。好，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女生，她其实，她是衣不蔽体，就是她身上没有穿衣服的，然后，她的头发垂下来，刚好遮住了她的双峰中比较敏感的一个位置哦，所以她对于她的这种身体的姿态、身体的样貌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的自在，就是他就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的状态是很舒服的，不会对身体有任何批判的感觉哦。那你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人啊，这个樱桃李啊，他其实有代表说，当他看到你们的身体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感觉，害怕失去理智而伤害你。特别是如果你们是这种刚认识的情况，有的人可能还在暧昧或者是在进展的阶段，可能当他也许如果你们是网络认识的，他在网络上看到你的照片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对你有欲望了，然后他常常会需要去压抑自己的情绪，去克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其实对你有很多的幻想，这个幻想包含了一些比较这种可怕的，就是他想要做很多事情的这种幻想，然后当然他可能没有实际去做，因为他有理智。但是呢，他可能会怕自己理智大过于欲望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不受控的这种想法，或者是特别的想法跟脾气，他想要在你们身上去执行哦。那就是他有的时候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时冲动，可是他在当下就会很难以放下这样子的情绪哦。那他透过跟你在这种性爱的交流过程中，其实是可以透过这种外在的行为去连接到内在的能量，就是他一跟你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些内心的这种各种的想法、各种的冲动，其实就可以被平静下来。所以连接的能量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再来看一下第三张牌哦 ，Trick-Road， 这个张是 Trickery。好。这张牌啊，它是代表着，它叫做苦菜菊苣，就是它是一个所谓苦白菜，就是欧洲人所谓的欧洲人的苦瓜，就是在沙拉里面会见到的一种，它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的植物。那这种人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张牌哦，它其实画的是一个母亲，她手上抱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正在吸吮，就是亲吻的吸着这个母亲的乳房。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占有欲非常强烈的人，那有点像是这种他会有一种过度保护、啰嗦，那有的时候有一点黏人，会让人喘不过气来。那可能会像是这种大人啊照顾小孩过度去保护一个人的一个状况哦。那他非常的需要跟别人有强烈的情感依附，他需要不断的被关怀，不断的讨爱，不断的吸引人家的注意。那这种演变到最后呢，可能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占有欲哦。那他很希望你的眼神可以就像这个妈妈看着这个小孩一样，全然的给他爱跟关照，特别是在进行性爱体验的时候，一定要给他这种觉得全然的被爱，无条件的被爱哦。因为当他觉得他的关心、他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没有得到这种他觉得应该得到的一个回应的时候，他会生气哦。所以你们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面对这种婴儿式的所爱，可能就是需要像母亲一样给他一种
无条件的爱。那如果能量相反过来的话，会觉得说这个需要无条件的爱的人，会像对方所爱的人，可能会是你们。那这张牌还有给我们一个暗示，这个小孩啊正在吸吮着妈妈的乳房，他对于你们的这种身体啊，如果是女生，可能就是指胸部的部位，就是对于你们身体上的某一个部位啊，他只要看到，只要碰到，就能够勾起他强烈的一个欲望，会引起他无可取代的一个喜悦，就像这个柔软的这个乳房一样，会让他好像有回到家的感觉，有一种深深的依恋，非常非常的温暖，就是好像被羊水包围的这种感觉哦。他这会勾起他最深层的情绪，对于你们身体上这样子的一个器官，会勾引他很深层的一个情绪哦，他就会很喜欢去触碰。好。接下来再看一下牌组的部分哦。好，这一张牌哦，这一张牌我觉得很有趣诶。这个人内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牌。这张牌出现了5根棍子、5根棒子哦，然后中间这个人他是双手遮住，好像在他的这个腹部以下的这个位置哦，就是在他的双手遮住他的下半部下面，然后有很多人就是拿着棍子围绕在他身边。我必须说，这个人啊，如果他其实就跟这个樱桃里这一张牌一样哦，就是他内心其实对你们是有很多欲望，这个欲望有包含了各种不同情境式的体验，而且他害怕失去理智伤害你，所以他其实啊，如果不受到的观感的拘束的话，他是很想要体验一些很刺激的东西哦，可能像是就是 SM 或者是那种调教的感觉哦，他会希望你们就是可以从这种体验中得到怎么说呢？中间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表情啊，他是闭上眼睛，嘴巴张开，好像很享受的叫出来，所以他其实这个人就是他会有很多这种很多欲望，或者是很多想法，想要在你们身上去执行啊，那他很希望你们的表情可以像中间这张牌这个人一样哦，他会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好，我们来看下一张牌。下一张牌，这张牌它是一个穿着黑色高帽子，然后还有穿着这种跟鞋白色袜子的这个女生哦，必须说这个人呢，他对于特别的符号是有非常多的迷恋，像是制服，对方只要穿上特定的衣服，他就会引起他很高的一个性的欲望哦。如果是男生的话，可能穿上这种衬衫啊，或者是maybe 是军人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衣服啊，然后对方就会很有欲望。然后女生的话，可能她会喜欢，我不知道她喜欢哪一些衣服，就是可能是白色的护士或者是空姐服之类的，或者是水手服啊之类，反正就是特别的服装可以引起她的一个欲望。那这个制服啊，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穿着制服表面上给人一种很顺从的感觉，可是另外一方面，这种符号啊，也代表了一个权威跟顺服，就是它会唤醒了某一方想要去征服这种顺从的冲动的一种欲望，因为制服本身它是一个规律性很高的一个东西哦，它代表着遵守某一方面的规范，它也代表了某一个职业或者是某一个阶层的人他们的一个生活，那这可能不是他平常会接触到的人，所以他会透过这样子的角色扮演，透过这种规律性很高的制服啊，能够激起他内在强大的一个诱惑跟欲望。好，
觉得这个人其实对你们脑中有非常多的想法想要去执行哦。那如果你们呢是在暧昧的阶段，他会需要不断的去压抑、克制，或者是压抑他内心的一个欲望。那如果今天你在测的这个人，你在问的这个人，他是你们可能已经分手断联的一个对象，或者是你们现在的联络比较没有这么冷淡，但是你们曾经要好过。那假设你们之前是没有这种性爱的体验的话，他会幻想着，他会希望着，在脑海中想着跟你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那如果你们曾经有过互动的话，他其实会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实现过他的梦想，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他会想要去在你们身上去实现一些他的这种想法跟欲望。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张牌。好，最后一张牌，这张牌这张牌有点阴暗耶，这个人就是觉得挖出了他内心中一些比较深层的东西。好，这张牌画的是一个蒙眼睛的一个长发的女孩子，她穿着蓬蓬袖的白色的这个长洋装白袍，然后她的眼睛被蒙住了，一只手拿着剑，一只手拿着天平哦。那必须说啦，这个人他真的就是在于性体验这一方面，他愿意尝试各种不同的这种，像是这种制服，或者是这个占有欲很强的这种调教的感觉哦。还有这张牌被蒙住眼睛的时候，就是当你的这种视觉感官没有办法作用的时候，其实你其他的感官跟感受就会增强。就是当对方双方在触摸彼此的肌肤，身体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肌肤，或者是这种碰撞进出都会更加的有力，因为在感受上会更加的强烈。透过嗅觉触觉头发的味道、体香都会让对方感到很激动。因为当眼睛被蒙上了之后，其实会有一种神秘感跟恐惧感，因为蒙眼的这个人，他的世界进入到了黑暗。他必须要相信对方，然后把身体交给对方，同时他必须要透过听觉触碰去感知，就是感受到对方在对你的身体进行什么样子的一个攻守，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所有的感受它都会无限的被放大，好像是一个立体环绕的这种音响一样，就会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度跟惊喜。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牌，他一只手拿着天平，另外一只手拿着宝剑，就是这个其实代表着说，这个人刚刚有说嘛，就是樱桃里这张牌，当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他会失去理智而伤害你，所以他必须要压抑。天平呢，就代表他的理智，他是需要靠着他的自制力，他应该也是一个自制力强的人哦。他要靠着自制力去压抑，或者是说他会努力的去用他的意志来克制。这个克制是说呢，对方会希望征得你的一个同意，就是假设你要被蒙上眼睛的时候，他也会征得你的同意，你愿不愿意进行这种事情，他不会就是很贸然的把这些东西加注在你的身上哦。但他其实很希望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是享受的。还有另外一只手他拿着是宝剑。这个人呢，当他要进攻的时候，当他的宝剑要出鞘的时候呢，他会有这个天平，有这个理智去判断这个时间可不可以，这个时机可不可以，还有对方
愿不愿意，这个是对方的意愿，对他来说是这个宝剑要不要拿出来，要不要运用，要不要进攻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我觉得对方某一方面因为他的理智跟克制，所以他其实还是会在这个过程中是会去尊重你们的。那当这个天秤没有办法去维持的时候，他就会失去理智，没有办法克制他的情绪，可能就会做出一些他内心对你的这种奇奇怪怪的一个想法。那假设因为现实的因素，因为距离的因素没有办法的话，他可能也会可能会透过视讯或者是其他方式，希望可以看到你们的一个身体或者是一个样子哦。特别是如果你们是这种在稳定的情侣关系的时候。好，以上就是 C 组的朋友你们的一个解牌哦。C 组的朋友，那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哦。那如果你有任何想法的话，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你可以留下你选到的这个选项哦。好，那就祝福选到 C 组的朋友咯。